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医师林建宏，很高兴能在科学养堂的频道再次和大家见面。前2集我们聊到了血管的冷缩期，还有如何清理血液垃圾，大家的反应都很热烈。不过在门诊或是私底下聊天时，我最常听到长辈跟我抱怨一句话：林医师，你说要护血管控血压，叫我不要吃太咸，可是那个菜不放盐不沾酱，吃起来真的跟嚼蜡烛一样，人生还有什么乐趣？我非常理解大家的感受，台湾人爱吃懂吃，咸鱼菜脯老卤汁，这些都是我们记忆里的美味。但为了健康，难道真的只能跟美味断绝关系吗？今天这一讲，我就是要来帮大家解决这个痛苦。我们要聊的主题是稳压控盐，拒绝重口味，教你减盐不减味的科学调味术。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让您在控血压的同时，舌头也能很享受。首先，我们要先搞清楚，为什么医生总是叫你少吃盐？其实盐巴里面的钠就是影响血压的关键。钠离子，血管里的吸水怪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血管就像一条河流，血液在里面流动。当我们吃进太多的钠，食盐的主要成分，这些钠离子进入血液后，就像一个个吸水怪兽，会把身体组织里的水分全部吸进血管里。血管里的液体变多了，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自然就变大，这就是血压升高的原因。钾离子，血管壁的放松助手。与钠相对的就是钾，在科学逻辑中，钠钾平衡对血管壁压力的调控至关重要。如果说钠是负责把水吸进来增压的，那钾就是负责把多余的钠赶出去减压的。当我们体内的钾充足时，它能促进钠的排出，并帮助血管壁平滑肌放松。所以想要血压稳，不只是要少钠，更要懂得补钾。这就是我们这套课程的核心，不只是教你怎么吃，更要讲清楚为什么这么吃的科学逻辑。既然知道了钠钾平衡的道理，我们就要在厨房里动点手脚。很多长辈觉得不加盐没味道，是因为我们太依赖咸这种单一的味觉。其实大自然给了我们很多天然的提鲜神器，它们不仅味道鲜美，还富含钾离子。我建议每一位长辈家里的厨房都应该准备一罐我研发的高钾低钠调味粉。准备食材。沙皮含有丰富的钙质与蛋白质，更重要的是它有大海的鲜香味。干香菇，香菇加热后会释放鸟苷酸，这是天然的鲜味剂，而且香菇的钾含量非常高。紫菜，紫菜是海洋中的营养宝库，含丰富矿物质与鲜味成分。制作步骤：烘烤，把这3种食材分别放入干锅，不加油，用小火慢慢烘烤出香味。这一步非常重要，因为烘烤能激发出食材内部的香气分子。研磨，等食材放凉变脆后，放入果汁机或研磨机，打成细细的粉末。储存，把它装在干燥的玻璃瓶里。为什么这招有效？当你在煮汤、炒菜或拌面时，撒入1匙这种粉末，你会发现，就算盐巴放了一半，菜肴依然非常有层次感，非常鲜甜。这就是利用天然食材的提鲜法，在减少钠摄取的同时，增加钾的摄取，完美达成科学食养的目标。学会了自己调味，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要被那些看似不咸的食物给骗了。在超市里到处都藏着隐形盐的陷阱。面食类的加盐秘密。很多长辈早餐喜欢吃面线、挂面，你知道吗？为了让面条更有韧性、更有嚼劲，厂商在制作过程中通常会加入大量的盐。林医师的小实验，你去看一下挂面的营养标示，有时候吃一碗面，你一天的钠摄取量就已经超标1半了。即便汤喝起来不咸，盐也都锁在面条里。甜饼干与加工食品，这是我最常提醒长辈的。很多人说林医师，我不吃咸的，我都吃甜的饼干。真相揭晓，为了平衡甜味和让饼干更酥脆，市售的甜饼干、苏打饼干，甚至是吐司面包，钠含量都高得惊人。调味料的误区，很多人觉得酱油比盐好，或者是用乌醋调味，其实这些调味料的钠含量一样不容小觑。我们在选购时一定要养成看标示的习惯，优先选择低钠或减盐的产品。讲了这么多科学点，最后我要给大家几个具体的建议，让这套科学食养真的能落实在你的餐桌上。先尝后加，这是一个习惯问题，很多人菜还没入口，就先淋1圈酱油。从今天起，请先尝一口原味，再决定要不要加调味。
2. 善用酸味与辛香料，柠檬汁、凤梨、百香果的酸味，或是葱姜蒜、洋葱、香菜的辛香味，都能有效掩盖少盐带来的清淡感。3. 餐前看一眼标示，特别是购买挂面、饼干、罐头时，多花10秒钟看一眼钠含量 sodium， 如果数值太高，咱们就换一家。各位中老年朋友，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大家过着清苦的生活，而是要学会聪明的吃。透过自制的高钾低钠调味粉，透过对隐形盐的警觉，我们完全可以在保护血管弹性的同时，继续享受美食。我们要让血管压力降下来，生活品质升上去。既然稳住了血压，下一个问题来了。很多人说50岁后血管会变脆变硬，市面上传说喝醋吃木耳可以软化血管，到底是真是假？下一讲我们要聊血管弹性，50岁后血管变脆，补充血管软化剂的食疗方案。我会为大家拆解维生素 C、维生素 P 与胶原蛋白如何修复血管壁，并分享一道科学搭配的凉拌山脆菜谱。千万不要错过这堂能救命的营养干预课。欢迎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持续锁定下一集。